这周你的账户是不是一片惨淡？美股连跌一周，周五好不容易在50天均线反弹，黄金跌破4000之后呢，再横着走。美联储降息了2次，但是国债的价格却不怎么涨，再加上政府关门创纪录，通胀还在抬头，就业数据又停更，整个市场看起来像是避险资产也罢工了。那我们手里的钱到底放在哪边才安心一些呢？是该趁着回调买些黄金，还是继续放定存买国债先拿些利息，还是暂时什么都不做？今天呢，想跟大家聊一下为什么说股市、黄金、国债全部躺平了，以及在目前这个比较混乱的市场下面呢，我们该怎么来放自己的钱。大家好，我是新月，视频内容是我个人研究的分享，不构成投资建议。股市、黄金、国债同时躺平啊，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就是说，股市跌嘛，是因为经济不好；黄金不涨呢，可能是涨太多要回调；国债涨不动，大概率是降息预期被消化了。这些都没有错但是呢，也都是表面现象。更关键的是呢，现在市场上的流动性在收缩。你可以这样想，整个市场呢，现在就像个非常热闹的派对，音乐、饮料、灯光都很充足，大家玩得也很嗨。那有人跳舞，有人聊天，有人加仓上杠杆。但是忽然呢，有人小声说，好像电源要被切了，就像是现在政府关门啊。又有人说，食物不够了，大家自己想办法。这就像就业在下滑。那你猜接下来会怎么样？大家舞也不跳了，先把食物往自己兜里踹啊！每个人都在想，我先要保命。这个呢，就是流动性收缩，大家不再想着怎么赚钱，而是想先不要被套住。股市下跌呢，表面上是因为政府关门，但是更深的原因是现金流的不确定性上升了。这次关门涉及到大约90万联邦雇员被迫停薪，200多个人无薪工作。私营部门的招聘数据呢也在放缓，投资人不知道这些没有领工资的人下个月还会不会继续买车、购物、消费，政府的合同商什么时候可以收到款。那当企业未来的现金流变得模糊的时候，估值模型也就算不清楚了，自然而然就会砍价。那股市的下跌呢，现在其实还没有到恐慌的阶段但是呢是真的算不清楚了。按理说股市下跌，黄金该涨对吧？但这次它也没有动，还一度跌破了4000。部分原因呢是因为技术性的回调，但更加关键的呢是大家在补保证金。当流动性紧张的时候，机构最需要的是现金，那最容易卖的是什么呢？就是黄金。黄金现在是全球交易最活跃的避险资产之一，它的流动性甚至超过了国债。那当被迫交保证金的时候呢，最先脱手的就是流动性最好的资产。听上去有点反直觉但是历史上也发生过。2008年9月雷曼倒闭的那一周呢，黄金一度暴跌了20%。不是没有人要避险，而是基金被迫卖黄金来救现金流。这就是所谓的流动性危机，不是你不想持有，而是你被迫抛售。那国债为什么也涨不动呢？今年9月和10月，美联储已经连续2次降息，照道理说债券的价格应该涨，但这次呢走的也很平淡。表面上呢是因为市场提前消化了预期，但是更深层其实有2个担忧一个是美国的债务规模，美国的债务呢已经突破了38万亿，现在几乎是每隔几个月就多1万亿。另外一个是政府的信用，一个国家呢说关门就关门，公务员工资也不发。虽然大家都知道美国不会直接违约，但这种不靠谱的感觉会让投资人重新定价风险。国债呢靠的是信任，当信任出现裂痕的时候，价格就会变得不稳定。这周末2党又要开会，如果说能达成协议呢，市场的紧张情绪可能会迅速的缓解，但是如果继续僵持下去，流动性的问题可能进入到下一个阶段。每一轮流动性危机呢，大致会分为3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呢，就是信任的动摇期，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阶段。市场呢只是轻微的下跌，波动上升，但是还没有到恐慌。大家的心态是，应该会没事情吧？要不要趁机抄点底？但是往往呢，这个只是个开始。第二个阶段呢，就是恐慌的蔓延期。如果说政府谈不拢，资金持续的紧张，那就会进入到下一个阶段。这个时候呢，不只是股票跌，连黄金、债券，甚至于货币市场基金都有可能被赎回。大家心态也变成完蛋了，什么都不安全。像是2020年3月的疫情初期呢，就是这个阶段。那第3个阶段呢，就是修复反弹期。危机过去之后，美联储开始补水，市场回稳，那情绪呢从恐慌变成贪婪，价格迅速的反弹。这个时候人们又开始后悔了，早知道就不该卖了。这么强调流动性，是因为它对我们自己的钱也非常的重要。
如果生活发生变化的时候，你手里没有流动的资金，你也会被迫卖掉不该卖的资产。想象一下，如果说你这个半年突然没有了收入，你可以撑多久？如果说明天房子要装修，家里人生病了，孩子上学要交钱，你能够马上拿出多少钱来？这些就是你个人的流动性。流动性呢，它不是有或者是没有，而是一个成本的问题。有些人可能觉得说定存是有流动性的，因为随时可以取，股票也是有流动性的，因为当天就能卖。但是真正的流动性思维呢，不是这样子的。流动性不是说能不能变现，而是以什么样的代价变现。我们来算一笔账啊，银行的定存呢，你是随时可以取的，放在黄金的 ETF 里面，随时也可以卖。那如果实物黄金的话呢，你卖出去的时候需要找买家。现在呢，你马上要用10万块钱，明天就要用，那 A 看起来的话流动性最好，对吧？如果说是你存了1年的定期，提前取的话会要罚3个月的利息，那实际损失可能是1000的利息。黄金 ETF 呢，如果你卖的时候正好遇到了它的回调，可能会损失个5%，差不多是5000。实物金条的话，你要找典当行，那算上市场回调、折旧、手续费的话，可能打了15%的折扣，损失15000。那你看流动性的真实差距，它这就15倍啊，从1000到15000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流动性它其实是个成本函数。真正的投资者呢，不是只看收益的，而是看我要急用钱的时候，变现哪一笔资产损失最小。其次呢，流动性它是动态的需求，不是静态的。静态的思维是什么呢？就是我算一下，我6个月的生活费是5万美元，所以说我存个5万的定存就够了。但是我们的生活是动态的，外部的环境会有变化。3个月前呢，你觉得6个月生活费就够了，那今天政府关门都已经38天了，就业数据走弱。如果说你是联邦的雇员或者是政府的合同商，你的风险暴露会忽然的放大。6个月够吗？可能要12个月啊。这个呢就是动态的调整。个人的状况呢也会改变，比如说你35岁的时候 H1B 身份在互联网工作，那个时候你3个月的应急金就够了，因为你行业热门，找工作也容易。那过几年你40了，拿到绿卡，也有了孩子，父母呢也从中国来美国帮忙，那你的流动性需求就马上从一个人吃饱全家不愁，变成了全家单子都在你身上。那你的配置要不要调整呢？时间也是动态的，比如说你今年45，小孩子12，6年之后要上大学，那你觉得还有6年，时间很充足，所以呢就把教育基金放在了5年期的国债里面。但是3年之后，小孩子15岁，突然要去上私立高中，1年学费就要5万，或者说4年之后，小孩16岁的时候，想要提前修一些大学的学分，又要花钱。那你原本5年后才要用的钱，突然变成了可能随时要用的钱，这个呢就叫流动性需求的时间前移。大部分人的资产配置其实是静态的，但生活是动态的。那当动态的生活装上静态配置的时候，就会出现流动性的危机。流动性危机呢，往往不是市场引起的，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。之前提到流动性是有成本的，而且流动性不足的时候成本是非常高的。很多人在投资的时候呢，下意识会去选收益最高的，比如说现在定存的利率是3.7%，30年期的国债呢利率是4.75%，那就全部去买了长期国债。但是如果你说半年之后急着用钱，又遇到了债券市场波动，国债价格跌了5%，你就相当于为了多赚1%，反而亏了5%，这笔账就怎么算都不划算。所以流动性确实是有成本的，你多留些现金呢，可能会少赚一点，但是流动性不足的成本，更可能让你在最糟糕的时候被迫卖出你最不想卖的资产。所以说我们在放自己钱的时候呢，需要找一个平衡点，而且这个平衡点对每个人都不一样。如果是年轻的时候呢，工作稳定，收入可以预期的，那可以承受短时间的波动，流动性需求就低一些，更适合持有成长型的资产。那如果你有家庭的话，责任多，开支也多，风险也有点高，那流动性就变得非常重要，就需要准备一笔钱，保证哪怕有突发的状况，生活也不会被打断。那接近退休的人呢，流动性呢就是一个安全感了，让自己生活更有品质。这个阶段呢，现金流和本金安全是需要优先考虑。
那具体该怎么安排呢？我们可以先把你的钱呢分成3层，第一层呢叫应急的钱，这层钱呢就要求绝对安全，随时可以用。你可以先问一下自己，如果说明天失业的话，我可以撑多久？或者说，如果父母突然要用钱，我可以立即拿出多少钱来用？这一层钱的任务只有一个，就是让你随时可以取用，收益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不出意外的时候能安心，出意外的时候能救命。所以呢，可以放在短债、货币市场基金或者短期定存。第二层呢是规划的钱，在放之前，你可以问自己，那我未来1到5年有哪些确定要花的钱？如果说市场在我需要用钱的时候有一个暴跌，我有备选方案吗？这层的重点呢，就是你的时间要配合，钱要在你用得上的时候呢，可以稳定的拿出来。那适合放一些中短期的债券或者 ETF 里面，你的收益会相对稳定，又不会太难取出来。那这部分钱的要求呢，就是帮你稳定收益，减少焦虑。最后一层呢，就是增值的钱。这层钱呢，可以接受低流动性、高波动性。配置之前也先问自己2个问题：这笔钱我是不是5年到10年之内完全不需要用的？还有呢，就是如果说账面亏损30%，我是不是能够晚上睡得着觉，而且不会去动它？如果答案是可以的话，那它就属于这一层了。这一层的目标呢，就是抗通胀和长期的增长，可以放在黄金啊、优质股票这类长期资产当中。很多人亏钱呢，不是因为选错了资产，而是用错层的钱买了错层的资产，用救命的钱呢去买10年期的国债，或者拿长期的钱去做3个月的定存，那看上去挺安全，其实是错配了。当然，这3层的结构呢，也可以根据你自己的身份去调整。如果说你是 H1B 的工作身份，最怕的呢就是失业60天要离境，那就宁可少赚一点，也要保证足够的流动性。那如果说你行业的不确定性比较大，随时可能会中断工作，那么重点就是要考虑现金流优先，收益第二。如果说你已经退休了，那就要保证医疗和长期护理的支出能够随时覆盖你的需要，核心就是要保证稳定的现金流和应急储备。很多人以为呢，投资拼的是收益，但真正能够长期从市场当中赚到钱的，拼的其实是谁能在波动的时候保持冷静。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市场什么时候反弹，但是我们可以控制自己，控制好节奏，留好现金，保留选择权。在不确定的世界里面呢，拥有流动性就拥有了主动权。如果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记得帮我点个赞，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钱现在主要放在哪里，是黄金、国债还是定存？我是新月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